大家好，我是 Rain。硫酸是一种危险的化学工业品，具有强烈的腐蚀性。但在上世纪40年代的英国，有个连环杀手却把它当成了作案工具。他企图利用硫酸来彻底消灭现场物证，让受害者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。那么他的企图最后有没有得逞呢？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这起发生在英国的案件——酸玉谋杀案。1949年2月18日，伦敦肯辛顿的昂斯洛庭院酒店里，一位名叫奥利夫·杜兰德·迪肯的69岁贵妇离开了她的房间。她是当地一位富有的寡妇，丈夫生前是一名成功的律师。在朋友和邻居眼中，她为人健谈友善，人缘很好。这天，她打算出门做一套人工指甲，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前卫的尝试。奥利夫离开房间的时候，告诉朋友，他要去西萨塞克斯郡和一位工程师见面，那人声称能满足他定制人工指甲的要求。当天，他穿着一件贵重的博斯羔羊皮大衣，带着他的手提包离开了酒店。但自打奥利夫出门后，就再没有回到昂斯洛庭院酒店。2天后，他的朋友康斯坦斯·莱恩向警方报告了奥利夫失踪的消息。警方很快开始调查，他们发现奥利夫提到的那个工程师名叫约翰·海格，就住在同一家酒店里。当警察问海格是否认识奥利夫时，海格表现得很配合。他承认确实和奥利夫有过约定，但他说奥利夫最后并没有赴约，他也一直在等奥利夫的消息。警察显然没有完全相信海格的话，他们开始调查海格的背景，结果这一查就发现了问题。这个人有过多次诈骗前科，曾经因为伪造汽车文件和诈骗股票而多次入狱。警察马上申请了搜查令，前去调查海格在西萨塞克斯郡租的一间作坊。那间作坊位于克劳利的利奥波德路2号。警察在那里找到了一些关键证据，包括一张干洗店的收据，上面写着奥利夫那件博斯羔羊皮大衣的清洗记录。此外，还有大量关于奥利夫以及另外2对失踪夫妇的文件。更让警方紧张的是，他们在作坊后面的碎石堆里发现了可疑的残留物。法医病理学家基斯辛普森被请到现场，他仔细检查了那片区域，最终找到了大约13公斤的人类脂肪组织，还有一部分人类的脚掌、几颗人体胆结石以及一副假牙的一部分。那副假牙后来在庭审中被奥利夫的牙医确认属于他本人。这些发现足以让警方断定奥利夫·杜兰德·迪肯已经被谋杀了，而约翰·海格作为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，成了本案的头号嫌疑人。那么，约翰·海格到底是谁？他为何要杀害奥利夫呢？这一切还得从他的过去开始说起。约翰·乔治·海格出生于1909年7月24日，地点是林肯郡的斯坦福德。他的父亲约翰·罗伯特·海格是一名工程师，母亲艾米丽来自一个虔诚的普利芒斯兄弟会家庭。这个教派是非常保守的新教派别，对信徒的要求极其严格。海格的父母结婚很晚，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。海格小时候身体不太好，经常生病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。他在家学会了弹钢琴，而且弹得相当不错。他对古典音乐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，经常去听音乐会。但这段经历也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由于家庭宗教氛围极为浓厚，他从小就被灌输了大量关于宗教的观念，这让他内心长期处于压抑状态。他后来声称，童年时期经常做噩梦，梦里总是出现鲜血和十字架。虽然海格的家庭条件不算优越，但他很聪明。他考上了维克菲尔德的伊丽莎白女王文法学校，并获得一笔奖学金。随后又进入维克菲尔德大教堂当唱诗班男孩。从学校毕业后，他去了一家汽车工程公司当学徒，但只干了1年就离开了。之后他做过保险和广告行业的工作，但每份工作都做不长。21岁那年，海格因为被怀疑偷了公司钱柜里的钱而被开除了。被解雇后，他非但没有反思，还反而变本加厉，开始尝试伪造汽车文件。1934年7月，海格和23岁的比阿特丽斯·哈默结婚了，
但这段婚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。同年，海格因为诈骗被判入狱。就在他坐牢期间，妻子比阿特丽斯生下了一名女婴，但没过多久，孩子就被人收养，比阿特丽斯也离他而去。从那以后，海格的家人和他彻底断绝了关系。1936年，海格搬到了伦敦，给一位名叫威廉·麦克斯万的富商当司机。麦克斯万经营着游乐场生意，海格还负责维护他的游乐设备。这份工作让海格接触到了上流社会的生活，但他并不满足于此。他开始冒充一位名叫威廉·卡托亚当森的律师，利用他在伦敦、吉尔福德和黑斯廷斯等地开设的办公室，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所谓的去世客户的遗产股票。一段时间后，他的骗局被人揭穿，原因是他把信纸上的吉尔福德拼写错了。海格因为诈骗被判了4年监禁。二战爆发后不久，海格获释出狱，但他并没有改过自新，而是继续从事诈骗活动，并多次进出监狱。在监狱服刑期间，海格打听到一个法国杀人犯乔治·亚历山大·萨雷特的故事。那个人用硫酸处理了尸体。海格对这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他认为只要能完美地处理掉尸体，警方就无法定罪。为了验证这个想法，他用田鼠做实验，发现只需要30分钟，动物的尸体就能在硫酸中完全溶解。这个发现让海格找到了他认为最完美的犯罪方法。1943年，海格出狱后，在一家工程公司做会计。有一天，他在肯辛顿的一家酒吧里，偶然遇到了以前的老雇主威廉·麦克斯万。麦克斯万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唐纳德和艾米。麦克斯万当时帮父母打理伦敦的房产，获得丰厚的收入，生活优渥。海格看着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如今过得这么好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，一个邪恶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，他想杀掉麦克斯万，并将对方财产占为己有。1944年9月6日，麦克斯万被海格引诱到了格罗斯特路的一个地下室。海格用铅管猛击麦克斯万的头部，然后把他放进了40加仑的桶里，并装满浓硫酸。2天后，他回来查看，发现大部分尸体已经溶解，剩下的残渣被他倒进了下水道。接下来，海格把目标转向麦克斯万的父母。他告诉2位老人，他们的儿子为了逃避兵役躲到了苏格兰。之后，海格住进了麦克斯万的房子，替他们收租。二战接近尾声时，唐纳德和艾米开始怀疑儿子为什么还不回来。1945年7月2日，海格骗他们说麦克斯万从苏格兰回来了，要给他们一个惊喜，把老两口也骗到了格罗斯特路的地下室。他同样用重击头部的方式杀死了他们，然后用硫酸处理了尸体。随后，海格偷走了麦克斯万的养老金支票，并卖掉了他父母的房产，拿到了大约8000英镑的赃款。这笔钱在今天相当于30万英镑左右。海格自此搬进了肯辛顿的昂斯洛庭院酒店，开始过上奢侈的生活。但赌博的习惯让他很快有捉襟见肘。1947年，为了解决经济困难，海格又开始物色新的目标。这次他把目光投向了阿奇博尔德·亨德森和他的妻子罗斯。海格假装对亨德森夫妇出售的公寓感兴趣，以此为借口进入他们的家，并在他们的乔迁派对上弹钢琴助兴。在这次聚会上，他偷走了阿奇博尔德的一把.38口径的维伯利左轮手枪，准备用在他以后的犯罪中。随后，他在克劳利的利奥波德路2号租下一间作坊，将硫酸等作案工具从格洛斯特路搬到了这里。1948年2月12日，海格以展示一项发明为借口，把阿奇博尔德骗到了他的作坊里。到了那里后，海格用偷来的左轮手枪朝阿奇博尔德的头部开了枪。随后，他又以阿奇博尔德生病了为由，把罗斯骗了过来，同样开枪打死了他。海格把这对夫妇的尸体放进油桶，用硫酸处理掉，然后伪造了他们的签名文件，以8000英镑的价格卖掉了他们所有的财产，只留下了汽车和狗供自己使用。时间来到1949年2月，也就是奥利夫·杜兰德·迪肯失踪的这段时间，海格在利奥波德路的作坊里杀害了奥利夫，但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麻烦。
这间作坊不像格罗斯特路那间一样装有地漏，它无法直接将溶解后的液体排入下水道。于是他把桶里的残余物倒进了作坊后面的碎石堆里。正是这个操作，让法医在碎石堆中找到了大量人体组织残骸。至此，奥利夫被害的事实被公之于众，海格也被正式逮捕。在审讯过程中，海格的举止让所有警察都感到困惑。他表现得异常平静，看上去很轻松。海格主动问警察：“老实告诉我，一个人从布罗德莫精神病院获释的机会有多大？”布罗德莫是英国最高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，关押着很多因为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的罪犯。警员回答说：“这种事情不是他能决定的。”海格接着说：“好吧，如果我告诉你真相，你不会相信我的。这听起来太离谱了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”然后海格开始交代他的罪行。他不仅承认杀害了奥利弗·杜兰德·迪肯，还承认杀害了麦克斯万一家3口和亨德森夫妇。更惊人的是，他还声称自己杀过另外3个人，一个叫马克思的年轻人，一个来自伊斯特本的女孩，以及一个来自哈默史密斯区的女人。但警方始终没有找到这些人的相关信息，这部分说法无法得到证实。海格在交代罪行时还说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，他以为自己只要销毁了尸体，法院就无法定他的罪。他完全不知道，即使没有完整的尸体，只要证据足够，杀人罪名依然可以成立。1949年7月，海格在刘易斯巡回法庭接受审判。这起案件因为手段极其残忍，引起了全英国的关注。控方由总检察长哈特利·肖克罗斯爵士亲自出马，这显示出英国政府对这起案件的高度重视。海格的辩护律师是戴维·麦克斯韦法伊夫爵士，他试图以海格精神错乱为由替他开脱。海格本人在法庭上讲述了他童年时的梦境，他说自己反复做一个关于血和十字架的梦。1944年3月，他遭遇了一次车祸后，那个梦又回来了。他描绘了梦中的场景，他说看到了一片由十字架组成的森林，十字架逐渐变成了树木，树枝上滴下来的不是露水，也不是雨水，而是血。整个森林都在扭动。一个男人从每棵树上接血，当杯子满了之后，那个人走到他身边，命令他喝下去。海格的辩护团队请来多位精神科专家作证，其中一位名叫亨利·耶洛利斯的医生指出，海格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。他说，海格对其承认的罪行表现出的那种冷静、愉快、平和，甚至近乎友善的漠然态度，是他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的。但控方指出，海格的所有行为都有明确的动机，那就是钱。他杀害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获取财物，无论是伪造签名还是变卖房产，这些行为都体现出精心的策划，绝不可能是精神失常的人能做到的。他误以为只要无法找到受害者的尸体就不会被定罪，但陪审团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做出了裁决。海格被认定有罪，驳回其精神错乱辩护。主审法官汉弗莱斯爵士当庭判处海格死刑。有意思的是，海格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毫不在意，他甚至要求提前演练一下行刑过程，确保一切顺利。他还开玩笑说自己会意外地突然拜访上帝，并且他相信自己会被转世重生，重返人间继续他的事业。1949年8月10日，死刑执行人阿尔伯特·皮埃尔·庞特在旺兹沃斯监狱对海格执行了绞刑。海格至死都没有表现出忏悔或恐惧。这里需要纠正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误说法，海格并没有在霍舍姆地方法院受审，那只是初步听证会，他的正式审判是在刘易斯巡回法庭进行的。本案的相关证物如今保存在苏格兰场的犯罪博物馆里。这起案件还在当时的舆论界引起巨大轰动。每日镜报的编辑希尔维斯特·伯拉姆因为在审判尚未结束时就称海格为杀人犯，被以藐视法庭罪判处3个月监禁，报社也被罚款1万英镑。这足以说明当时英国社会对这起案件的高度关注。海格的故事后来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，包括电视电影《A 代表酸》，由演员马丁·克鲁尼斯在片中饰演海格，还有话剧《蜡像》，讲述了海格与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一位艺术家之间的虚构会面。
此外，1949年的黑色电影《痴迷》因该片情节与海格案相似，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推迟了上映。海格在1944年到1949年间确认的受害者一共6人，分别是麦克斯万、唐纳德、艾米、阿奇博尔德、罗斯和奥利夫。他声称还有另外3名受害者，但始终没有得到证实。回顾整个案件，海格从一个聪明且有音乐天赋的少年，一步步堕落成冷血杀手，其转变令人唏嘘。他因其使用硫酸处理尸体的方法，被媒体称为酸雨杀手。这起案件也让后世认识到，即使没有完整的尸体，通过法医鉴定和物证链，依然能够将凶手定罪。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 Rain，我们下期见。